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老话说，外行吃燕窝，内行吃银耳。银耳营养丰富，素有军中之冠的美称。常吃银耳对身体好处很多。银耳的做法呢也有很多，可要说是最受欢迎的，当属于煮的银耳羹。满满的胶质，每喝一口都是幸福的味道。可是很多人呢都不会煮，煮出来后呢一点胶都没有。煮好后的银耳口感还是脆脆的，汤汁呢也清清淡淡的，一点都不好喝。所以今天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关键点，你要学会了，保证不要30分钟就出胶，而且银耳浓香软糯，汤汁粘稠润滑。一起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首先，购买银耳时呢不要乱选，买到劣质的银耳特别影响出胶率。购买银耳时呢需要注意，优质银耳的耳花大而松散，耳肉肥厚，朵形较为圆整，蒂头无黑斑，色泽呈自然的白色或略带微黄。如果颜色呢呈银白色，朵形残缺，蒂头不干净，那就不宜选购了。而且优质的干银耳摸上去略微扎手，但不易碎。摸起来如果扎手且易碎，说明水分含量低，不宜购买。下面我们开始浸泡银耳。加入少许的清水没过银耳，让银耳慢慢的舒展开。银耳说到底呢还属于菌类，一般菌类的食材呢都建议用冷水泡发，这跟泡发干香菇和木耳呢是同等道理。热水泡发会使银耳中的营养成分流失，导致煮出来的银耳不太容易出胶。而冷水虽然泡发需要的时间较长，但是口感更好，出胶更多。所以如果你煮的银耳不出胶，很有可能是泡发用错了水。当银耳慢慢舒展开后，我们再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再加入少许的面粉，利用它们来将银耳清洗干净。食盐可以有效的杀菌，而面粉可以吸附表面及里面的杂质，这样洗出来的银耳才更干净。由于完整的银耳呢都是呈现菊花状或鸡冠状，表面呢看起来特别密集，这时很多人就会觉得肯定是洗不干净的，所以呢就会将大朵的银耳撕成小朵。殊不知银耳一旦撕碎后，清洗时的各种脏物细菌都会进入到银耳内部，虽然肉眼看不出来，但其实已经布满细菌。这样的银耳您觉得还有营养可言吗？对吧？所以正确的做法，一朵银耳完整的清洗，利用食盐和面粉，一边泡发还可以一边清洗。泡发时注意，需要将银耳根部朝上，朵面朝下，这样呢才能够保证银耳全部的浸泡在水里面。银耳在煮之前呢一定要充分泡发，切不可焯出过急，这样里面的胶质呢才容易被熬煮出来。而且泡好的银耳煮起来呢时间也相对较短。现在我们来看看，哇，泡开的银耳呢特别的漂亮，就像朵花似的。现在我们下手把银耳抓细揉搓一会儿，使脏东西随着面粉落入水中，揉一揉，淘洗干净。这会儿我们再换水多清洗2遍，这样银耳呢就泡发清洗好了。控水捞出，我们准备一把剪刀，把银耳背面的根蒂剪下来不要。然后呢我们把银耳撕碎，撕得越碎越好，因为银耳的胶质呢在煮的过程中就是从破碎的叶片边缘流出来的。我们把它撕得越碎，银耳切面与水的接触面积就越大，煮的时候呢也越容易粘稠，所以块越小越容易出胶，吃着口感也更好。好了，
撕成这个程度呢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将其倒入砂锅中，然后呢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水要一次性加够，中途加水无论在哪个环节都会影响到汤的浓稠度。现在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。烧开的这个时间段，我们准备少许的红枣，再准备少许的枸杞，然后加入清水，再加入面粉，下手将其抓洗1分钟，利用面粉的吸附力将褶皱里边的脏东西吸附下来。这会儿就差不多了，然后呢再换水漂洗一次，一直把水漂洗清澈呢就可以了。这会儿红枣和枸杞呢就非常的干净啦，夹缝中呢也看不到半点杂质了。控水捞出，装入盘中，然后用剪子把红枣剪成小瓣，去掉枣核。枣核属热性，一起炖煮易上火，特别是3伏天，而且去了核呢也更方便食用。民间有天天吃红枣，一生不显老的说法。红枣向来是养生界的扛把子，营养很丰富，而且很百搭，搭配枸杞更能充分发挥出它的养生作用。准备好了之后，先将其放在一边备用。水烧开后打开盖子，我们会发现银耳呢已经开始变透明了。接着我们用筷子快速搅拌1到2分钟，这样可以使银耳快速出现胶质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银耳和银耳之间产生摩擦，使银耳更容易出胶。煮银耳的时候呢，选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哦。煮银耳最好选用砂锅，因为砂锅通气性好，导热均匀，散热慢，最适合用来煲汤。在相对平衡的温度环境下，有利于水分子与银耳相互渗透，这样炖煮出来的银耳羹质地软糯。看看没一会儿，肉眼可见的浓稠度呀，锅中的水呢已经变得越来越粘稠了，说明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胶质在慢慢流出了。这会儿呢可以往锅中加入少许的冰糖了，冰糖的分量呢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而定，继续搅拌均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这时盖上盖子，用小火慢炖10分钟的时间。10分钟后打开盖子，我们再把其他食材一同放入锅中，搅拌搅拌，再次盖上盖子，再炖煮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来看看，哇，银耳是肉眼可见的粘稠呀，煮得十分成功。这样一道营养美味的银耳汤呢就完成啦。按照这个方法煮出来的银耳，出胶又粘稠，省时又好喝。建议大家平时多煮银耳汤，它有美容养颜、滋润肌肤等功效。银耳堪称平民的燕窝，可见呢它的营养价值极高，常喝对身体有益。而且银耳可以和很多的食材搭配，比如莲子、百合、红枣、桂圆以及各种水果等等都可以。银耳的营养相当丰富，口感软糯，入口爽滑，特别好吃。再搭配其他食材，口感丰富，味道特别吸引人。我经常在家煮红枣银耳汤，口感好，味道好，而且这样煮的吃起来有润肤养颜、补血安神的功效，适合伏天和立秋后食用哦。好了，今天的方法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完觉得有食欲，或者你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，
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。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别忘了关注我哟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